大家好，我是面具人。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聊金融话题啊。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最近还给我留言发邮件说，哎呀，面具人，你最近怎么都不聊政治话题了呢？在这里啊，面具人，我想回应一下大家。我从这个油管的后台看了一下大数据，这个数据显示呀，咱们的这些订阅观众里面啊，相比于政治，好像更喜欢看关于钱的话题。所以呢，我也只能顺着大家的意来，毕竟嘛，我要照顾订阅朋友们的感受嘛。那至于政治话题、心理学的内容，我还是会讲的。由于我最近这段时间长期的身体不好，又是高血脂的，又是这个慢性中耳炎的，然后我的这个气管还有点不好，搞得我真的有点身体很憔悴了。由于我长期的这个大量的做节目、做视频，而且呢，你们也都知道，我往期的节目一期我的演讲时长基本上是在40分钟，有时候呢甚至50分钟、1个小时。我做节目真的有时候我都扛不住了，哎呀，这个身体很累的，因为你要在接近1个小时的时间内，身体高度集中啊，不停的讲，确实是很累。而且做完以后还要编辑视频发布，都是我一个人来的，所以呢，你们看现在我做节目的时长都已经缩短了，真的是身体不行了，我需要一段时间来休养。所以呢，政治节目我会偶尔做一做，就像你们那天看49中的事儿，还有房地产税落地的事儿，那这些呢，对观众朋友们来说比较重要的话题，我还是会讲的。好，咱们来说今天的主题啊。首先呢，来说一下狗狗币今天的走势。在节目最后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一个很火的币跑路的事情。好，老规矩，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点赞、订阅、关注，打开小铃铛。好，先来说狗狗币啊，还是和我昨天预判的一样，是不是？狗狗币今天呢，还是没有出现大涨，甚至呢还出现了微微的下跌，已经差点快突破0.49了。我昨天让你们不要追高，追了它也不会涨。你现在再看我昨天说的话，对不对？除非是你闲置的钱多，你想做长线，那你就是什么点位你都投进去都不怕，反正是长线嘛。你相信这个品牌，它以后能到1美金、2美金，那也都是好事儿嘛，是不是？不过呢，也有很多人呢，他也并不是那么的有钱，有很多人呢，也是抱着撸一把就走的心态。其实呢，我们不管是做长线还是短线，我们都是要看盘的，是不是？狗狗币它今天啊，已经进入了第3个横盘周期了，已经是第3天了。目前呢，它是在0.51左右徘徊。今天的最高价呢是0.54，最低价呢是0.49，差一点就突破0.49，奔0.48去了。目前来看呢，0.5多的诱惑力肯定是不够让这些0.2、0.3入场的人去抛售的，而且呢，0.5几的这个点位呢，也不足以让0.6、0.7的人去割肉的，可能会让0.6出头的人，0.6162的人割一割，但是呢，这部分人当中又有一部分人他是不愿意割的嘛，对不对？还有更别说那些0.7、0.65以上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是不可能割的。所以呢，你0.5几的这个点位，它也不可能吸引多少高位的人去割肉。所以我们仔细观察事物啊，我们要结合之前和之后来看。所以呢，我们观察事物啊，一定要结合前后关系去纵观全局，全面观察。为什么狗狗币会在这个位置横盘了这么久呢？上面的不割，下面的不出，只有忍不住的人现在入场了，是不是？现在你们判断这个狗狗币接下来是涨是跌，你只用看它的资金总量以及它的这个上下行趋势。上面它最高涨到过多少？下面呢，最近它又跌到过多少？
昨天面具人观察到了狗狗币从680亿抽水抽出来到了640亿，然后呢就回落到了0.49的这个点位。也就是说，如果按照这种幅度再抽一下水，基本上呢，就到0.45、0.42的这个位置了。可是呢，如果说这几天狗狗币在0.5几啊，吸收的筹码够多的话，那么也有可能会造成庄家抽走自己的水，造成的下跌效应可能不会太大。但是呢，吸收的筹码不够多的话，庄家抽水杀鸡造成的下跌效应就会比较大了。咱们现在无法确定低点位埋伏了多少资金，所以呢，狗狗币到底是涨是跌，我们只能技术判断。目前来看，横盘了3天了，没有出现大涨的趋势，只能代表尽量不够。现在呢，只能慢慢的积攒。你看，横盘3天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底下的人几乎是不怎么愿意放水的。0.2、0.3的人，他们现在在0.5的这个点位，也不一定舍得卖。而且呢，上面的人该割的也都割了，毕竟嘛，已经3天左右了，不割的人早就已经适应了这个节奏了，0.5就0.5了呗，对不对？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一般来说啊，像这种横盘，一般是前几天会吸引人出货或者是割肉的。但是呀，咱们再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狗狗币它应该不能再这么横盘下去了。为啥？这几天进的资金量如果足够让这些庄家吃掉上面的人继续往上突的话，它应该还会突上去，否则呢就是下跌。0.45和0.42是关键点位，面具人我认为下跌的可能性比较大，并且呢这个狗狗币不能再横盘多久了，因为再横下去，这个狗狗币不涨的话，它也不会对散户有吸引力了啊。如果说这个盘子要吸引散户进来，它要么涨吸引别人追高，要么就是跌吸引别人来抄底儿。目前呢，根据现在的这个盘子来看呀，很大可能是推不上去，除非又有什么大的老板大的机构一把梭哈进去往高抬，但是呢这种情况概率不是很现实，不是很大啊。如果你在这个阶段你忍不住了，真的是忍不住想入，那我建议你也不要梭哈，你只需要用一小部分钱来试试水温就行了，1/4、1/3至多不要过一半。反正呢，我个人的判断是，狗狗币最近不会出现什么暴涨趋势的了。而且呀，面具人的标题也写了，马斯克先生说狗狗币要降低100倍，这个事儿是真的，没有危言耸听。来看这张图，对于那些数学不好的人，交易量提高100倍，费用再降低100倍，则意味着总费用保持不变。要成为地球的货币，就需要低费用和高交易量。看到了吧？马斯克先生说这个话没毛病。如果说马斯克要把狗狗币定位为贸易货币的话，那么狗狗币的价位就不可能涨太高，否则呢，计算起来也是麻烦事儿。而且呀，贸易货币它必须满足一个稳定的条件。稳定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旦一个东西稳定了以后，就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这就叫稳定。马斯克先生说的价位降低100倍，交易量上升100倍，流水量没有变的这个话没毛病，除非数学是在良家合学的，否则呢，这笔账大家应该都能算得来。而且呀，为了增加普及率，那必然呢，这个狗狗币也不能卖太贵，这对狗狗币来说呢，不算利好，也不能算利空吧。但是呀，马斯克先生在说这句话之前呢，他还说到了狗狗币可以把区块的效率增加10倍啊，说的意思就是这个狗狗币的效率比别的币的效率高。那这句话来说呢，算是一个好消息。可是呀，还不够。
除非马斯克先生本人宣布说他自己已经大力度、大量的持有狗狗币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爆炸性的、强有力的实质性消息。否则呢，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啊，狗狗币已经度过了它的第一个爆破上升期了。面具人，我预计啊，狗狗币在上 Coinbase 之前呢，可能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稳定期，也就是说，在一个范围内来回上上下下，不会短期内再出现一个变态式的暴涨拉高了。所以呢，各位在座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也别太激动，炒币切忌冲动或者是投机拼运气的这种心理，否则呢，你就很容易被套、被吃、被割。前几天不是还有人贪多，被营销号带节奏了，觉得这个狗屎币还能涨好几倍呢，结果呢就一头扎了进去，然后呢就被狗屎币给割了，给吃了。面具人，我在好几天之前，就是狗屎币上线的前几天，我都已经说了，这种盘子就是短命盘子，玩几天以后就不能再玩了。我甚至还说了，这个币只能玩1-2天。你们看，回过头再来看面具人，我现在说的和之前说的是不是都应验了啊？狗屎币的生命周期也就是2天到3天有一个涨势。而过了这个时间段呢，你看狗屎币基本上就是一直下跌下跌下跌。也就是说，在前几天开盘那几天入场的人啊，你没来得及在它的上升期把它卖掉的话，没撸到钱的人，你就不要心沉了。因为狗屎币它往后啊，大概率啊，80%、90%都是越走越低，知道不？啊，除非有什么奇迹。你们现在看狗屎币是不是基本上算是死掉了？不仅如此呢，前几天呀，还有一些消息渠道里面传的比较小火的一个叫做猫神币的币种，不对，一个叫做猫猫币的币种。这个币呀，在开盘没多久之后呢，就卷款跑路了。大家来看这张图啊。猫猫币在3小时前进行了收割，币价跌了90%，它终于在16倍的时候收割了。电报群已关闭，微博已注销，跑路了。看看猫猫币的价格图，3天16倍，然后直接收割。昨天晚上我连续发了2个文章提醒，猫猫币就是骗局，今天早上就应验了。所以呢，面具人，我就要警告各位啊，赚钱没问题，切忌贪心。你一路想赚更多，想赚更多，想赚更多，结果呢，总有一天你会在自己这个贪欲膨胀的道路上，自己把自己害了的。投资有风险啊，赚钱也有风险。你甭说是，哎呀，你感觉今天赚得多，明天赚得多，你越是贪心，越到最后，你很可能就是一无所有。钱呢，这个东西多多少少有的赚就行了啊。还有呢，面具人，我建议大家啊，在选择币种投资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因为仅仅是看到了一个小道消息了以后，就觉得是个好东西，然后呢就一头栽进去了。那样的话，你就很容易变成韭菜，知道吗？不管是这个狗屎币还是猫猫币，你们看这些不知名的忽然窜出来的小盘子，它也是有很大的风险性的。所以呢，我建议各位啊，还是去关注一些这些老牌的币，或者是比较稳定的币，有一定知名度的币。如果说你是纯粹想投机的话，想玩一些新币种，赌它一个上市的拉升，那你也一定不要贪。因为这些币啊，它很大的概率，要么就是这种工具币，用来针对某个币的，是它的竞争对手专门做出来的一个垃圾玩意儿，但是呢，有一定的蹭热度的功能，比如呢，就是这个狗屎币，又或者是像猫猫币的这种纯粹的资金盘啊，就是为了吸引你进去，越投越高，越追越高。当你在追高和贪欲的过程中，它就趁你不注意，直接把你割了。最后呢，你1分钱都没有，是不是啊？但是呢，
你在玩这些盘子的时候，你只要不贪，哎，那你适当的时候进去入场，然后追高了一下，撸一把赚到了就出来，那你还是可以明哲保身，并且呢撸点钱的。我是面具人，点赞、关注、收藏这个视频，并且转发给更多的人。只有这样，币圈的这个蛋糕才能越做越大，大家才能赚到钱呀。如果各位想要有更专业的、直接的资讯，那也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群组。如果是墙内的观众，支付有困难的，也可以给我发邮件，我的联系方式在视频下方的内容简介区。你们有相关的专业投资的问题啊，想要1对1咨询面具人我的话，也可以给我发邮件。如果我没有回复你，你就尝试尽量的多发几封，因为每天给我发消息的人太多了，少则200-300条，多了那有时候500-600条，真的啊，我有时候时间有限，加上我这个身体也不太好，看不过来啊，你们就多看视频就行了，拜拜。